没有错，讲到大国的博弈，美中的博弈是全方位的哦，这个全地域的。我们看到，包括在南美洲哦，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是美国后花园，我们常讲中南美嘛哦，巴西现在有一场军演叫做福尔摩沙行动。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包括中国大陆跟美国都会加入。那现在呢，美国的这些议员就说：“你美国要注意呀，如果解放军跟我们一起演习，那会不会接触到我们美国的资讯呢？”哦，他们就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质疑。那美国人就说：“美国，我们不会跟解放军一起训练呐，我们只会跟盟友巴西一起做这个包括行动军演哦。”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是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彼得就这样讲：“美国陆战队只会跟巴西的伙伴一起训练哦。”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在南方凤凰24这样子的一场军演哦，那它是在中南美洲这里联合的是智利、阿根廷等国他们一起联合在这个沙漠里头会有一个像这样子一个军演。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第一次它在这个南美洲部署了海马斯的这个各种的重型的一个武器啊，这个都是在秀肌肉的一个行为。那南美洲有很多国家过去可以看到美国介入的这个影子非常深，可是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布置跟计划，像是秘鲁这个国家，我们新闻大白话也为您报道过很多次了，有一个深水港是中国大陆出资盖的。那11月 APEC在秘鲁登场，那个时候习近平有可能会去出席，那是不是就透过说我来再参加峰会啊，然后见证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在秘鲁中部这个深水港的落成呢？极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场面出现。所以秘鲁驻美国的大使费雷罗就说：“那你美国人要加油啊！你可以在前凯港以南700英里处这里呢，你也来投资嘛，那你就可以制衡中国啊！你们美中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国家有得到一些平衡啊。”阿根廷也是我们看到阿根廷。中国大陆在阿根廷的内乌肯省有建立一个叫深空测控站那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就觉得不开心，就说我们要检查你这个探测站到底在搞什么鬼。过去阿根廷曾经也一度要买中国大陆的枭龙战机美国也从中拦阻，说你不可以所以后来他改买美国二手的 F-16战机。另外古巴这个国家也一样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中国在古巴政府这个两个政府有进行一个谈判希望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军事训练的设施，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仅100英里。所以看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那当然密切关注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而在我们的南海更是两个国家博弈来博弈去的包括美国它联合澳洲、意大利的军方也在最近，也就是过去的8到11日，过去的3天，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他们再一次这个宣誓说要联手捍卫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像是德国军舰驶进我们台湾海峡，同样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解放军礼拜4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很罕见的公布了一段画面，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一段画面这是这个解放军这个某兵部歼16战机发射红外线干扰弹，驱逐外军P-8A 的反潜巡逻机的影像。不过呢，这是何时何地发生的，他们都没有说。就有军事专家根据这个画面来分析说，这极有可能是2022年5月26号解放军拦截澳洲 P-8A 的画面。过去2年2年前这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现在发布呢？是不是刻意要给澳洲警告呢？把旧的画面拿出来告诉这个西方世界或者这些西方国家。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专家就说，这是 Business Insider 他这个杂志说中国正在接管南海，美国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它
这样子的话哦，虽然你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大陆哦，在南海有一些争议的岛屿跟菲律宾有一些擦撞啊、激进的行动，可是美国哦只是嘴巴说，尽管他有签订所谓的防御条约，可是他没有行动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援助啊哦，那这样子代表什么呢？是美国不想要卷入大国的冲突跟中国的冲突吗？哦，还是说他现在反手哦，就是比较保守往后退呢？来，我们先请教老师。我的推测，那个引带哈，解放军这个礼拜四公布的空军航空兵的，就是说这个引带，不是2022啦，不是哦。我的推测应该是今年的6月底，就是在吕宋岛北部 P8A， 在解放军这个进行演习的周遭，往海中丢置一些这个侦测器。然后要回收的时候呢，被拦截，进行了电子战。美国紧急的从冲绳派 RC-135直接穿越台湾到这个区域来。当然，美国在这一场电子战当中，现在很确定应该就是6月28号。事实上是美国败了。然后你看隔了一个礼拜之后啊，在大陆这边的就是中共中央军委会还对这个部队予以就是说这个嘉奖。我的猜测应该是这样，他不会公布4年前的东西，而且看起来应该就是内容。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稍微有一点讲的夸张哈，这个图里面解放军是巴西军演，但是他去多少人？他去54个人。对不起，他去了33个人。有点少。他去了33个人。那美国去了54个人，那解放军是去年第一次作为观察员去，今年是这个一起参加。Rubio 干嘛那么紧张？对啊，就是因为然后巴西的这个 Formosa 的军演，它是海军的军演，从1988年就到现在。是。那美国一直跟他有一些互动，但是今年这个鲁拉希望说能增加更多，有10个国家一起来。那去年中国大陆是观察员，今年派了33个，美国的南部军区也派了54个人。那但是他们是做的是2期这个军事演习，那但是都是各做各的，我觉得是有点夸大。秘鲁那个不是军港了，不是军港，至少到现在还不是嘛。而且我觉得深水港那个是前凯港，在利马的北部，大概60公里。那它是个深水港是没有错，那是个大陆那个中远海洋集团花了45亿去做这个军港，作为整个就是跟中国整个南美洲，从秘鲁它还要接到阿根廷去。作为整个这些大宗物资、原料、矿产以及中国的这个商品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它建了之后啊，就不需要就是说船往北走到美国或到墨西哥，再往这个亚洲走。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港这么重要。那美国这个就秘鲁驻美国大使当然说，你美国也来，那这就出现个问题了。美国一直把中南美洲当作自己的后花园，是有门罗主义。有南方军区，司令部，可是总共34个国家在这边，从加勒比海、中南美洲，已经有22个国家跟中国大陆签“一带一路”的协议，而中国大陆“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数位建设、双方的贸易，这里面34个国家也超过25个国家，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再是美国，而是中国了。是，所以这里面显现的是贸易基础建设。还有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一直把它的禁臠当作后院，而从来不去耕耘。只有你在反对他的时候，他才像是古巴，还制裁搞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要检讨的是美国自己本身啦。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美国、澳洲、意大利最近在南海的防空反潜联演，他们说是要维护印太的安全。那谁不安全呢？要防止谁呢？来请教舰长。来，我们来看啊，这个就是从那个美国的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直接看到，意大利的加富尔号航空母舰。那他们现在在南海，那之前在哪里啊？之前在横须贺啊，而且像意大利的兵力比起德国多1艘船，那意大利到底是怎么到南海了？是跟宇宙战舰一样开喷射用飞的吗？当然不是，
它一定走的就是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域，也就是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德国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它的这个巡防舰为什么一定要走台湾海峡？那我们就很清楚它实际上的用意，也就是挑事。也就是他想要借这个机会，好像是跟美国紧紧的站在一起，但是意大利自从退出"一带一路"之后，他觉悟了，他知道这件事情做不得，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通过台湾海峡，又不是从横须贺往南海，又不是只有台湾海峡一条路，而且我量过了，两边的距离其实不会差太远，你又何必故意的绕台湾海峡？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看出德国的用心啊。那这另外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美国的参议员 Rubio， 他为什么特别讲了这一个有关于巴西军演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那个美国第一次碰到解放军吗？那当然不是嘛。怎么说不是嘞？其实他在2014年、2016年是有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要收集早就收集了，而且今年的2024环太平洋军演，解放军也有参与啊，不相信啊？那对不起，我没带那张图啊。也就是这一个所有的29个国家在编队的时候，远远看到啊，那个有一艘那个电子侦察船，对，那就是解放军的。所以本来这一个有关于电磁频谱的这一个收集啊，是平常就在做的，不是等到要作战的时候才做的。也就是解放军早就做这件事情了。那为什么美国没有去拦阻嘞？美国没有去驱离嘞？因为那个就是航行自由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来看这一些政治人物啊，其实全部心口不一，都在做大内宣跟大外宣。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永平。其实中国大陆一直有一个蛮重要的论述，就是认为说，如果你美国整天要在我的家门口挑事，特别是呢，从奥巴马这个重返亚洲了以后呢，其实跟现在拜登的处理很类似，就是他们利用菲律宾呢一直在南海生很多的事端。那中国大陆他要报复，或者是说他要好了，不要讲报复，他制衡好了，他怎么办呢？我去动你的后院。所以呢，中国大陆才这么多年的一带一路的重心呢，就放在拉丁美洲不断的在拉丁美洲推进各种关系，帮你盖港口啊，做这个铁路啊，各方面的基础设施。那这种状况当然会使得美国更毛躁，但是问题是对美国更毛躁的时候，中国大陆就会说，那你大家要将心比心啊，对不对？你每天就在我家的门口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也让我非常的痛苦啊。那我还没有把这个军队啊、舰队啊开到你那个什么加州外海或者东岸，这样子没事在你那边晃来晃去，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呢，它用的还不是直接的军事，它还只是用一种比较经济共同开发的事情，但是美国相对的蛮受不了的。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大约在1个多小时前，也就是台北时间下午2点多的时候，德国2艘军舰已经通过我们台湾海峡了。中共军舰是以夹击的方式全程监控观众朋友，这是德国海军自2002年以来第一次穿越台海。我们看到了，包括这个德国的军舰2艘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航行。据了解，解放军舰也会在海峡中线以西以东的方式来夹击，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监控。而我国的军舰
则在德国军舰的后方做监控哦，这是刚刚我们收到的最新讯息。1个多小时前，台湾海峡有这样的一个情势。那过去中国大陆哦，对于所谓西方的军舰或者是飞航器临近台湾海峡这件事情，他们其实都有一些回应。包括我们举例来看，去年的6月3号，美国的飞弹驱逐舰中云号和加拿大的巡防舰蒙特楼号航经我们台湾海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驱逐舰苏州号就近距离的阻挡挑衅。那10月16号也是去年，加拿大有一艘这个侦察机有一架侦察机在中国的外海执行监控北韩的任务。那个时间点呢，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就觉得说你假借监控北韩，可是有抵近中国大陆这样子空域的事情，所以呢，解放军也以战机升空来做拦截。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台湾海峡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紧张的情势，我们的确在这里看电视的生活的我们没有感觉，可是其实有一个紧绷的一个气氛，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解放军舰知情人士就这样讲这是国军方面的说法。解放军在台湾东部海域活跃，今年第2季到现在呢，用各种的这个行舰行单科训练他们认为也担心明年恐怕会进行组合式的训练，慢慢的把我们从第1岛链推向第2岛链，这样子推出去我方台海的执法权逐步的失守，这是来自于国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说法。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中俄联手给美日有一个这样子的警告吗？就是有一个对峙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美国的学者，这是美国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路莫尔，他就说，如果美中因为台海的冲突发生的话，俄罗斯他会有角色的俄罗斯可能也会支援中国，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警告。而另外我们看到国际上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呢？普京跟王毅见面了，他们在圣彼得堡会面了。那当然两方都说两个国家的战略合作要推动多极世界，不要只是单边，不要只是单极，要多极。而另外呢，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位女性的扎哈罗娃常常以这个发言呛辣的特色受到大家的关注她说美军如果因为报纸都有说嘛，将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如果真的这么做他警告美日来犯，中俄会联手，这是我刚刚讲的，两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峙。而另外，现在此刻中俄30年来最大的海上军演正在进行中，军舰也驶入日本海。那俄罗斯的这个军机闯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都是在秀肌肉吗？那美日或者是西方国家跟中俄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监控跟互相的秀肌肉。那我们看到所谓秀肌肉也请导播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幕，这是中国大陆最新的航空母舰福建舰它的电磁弹射器运行的画面第一次曝光了。我们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陆媒他们的报道是说，在福建舰到位之后，中共的航母发展之路基本上已经没有更多可以学习借鉴的，所以呢，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认为已经赶上了美国现代最高的水准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所谓机载舰这是央视很特别的，今天释出了一个预告的画面，他们把这一位飞官，解放军的飞官这个请出来做了一个访问。他说他当时他有飞这个歼15那这位飞行员，并且将未来将在辽宁舰上面首飞新的舰载舰新型的战机，可是他有特别讲说这一次不是歼15那外界猜测很可能是歼35这一型的新型战斗机，因为过去呢辽宁舰它这个航母它有一些图有一些航空迷把它截图出来，那个时候就被发现甲板有歼35的踪迹那中国的终极目标是3个航母全部要搭载最新型的歼35这一款战机那另外我们看到呢，香山论坛在北京登场了，美中也有交锋，因为美国代表团也有来嘛。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前解放军的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说，
如果美国在幕后操纵，把各国推到前线，或者是最终美国自己上了前线，那解放军不会永远有耐心，会粉碎任何外国势力对这个势力侵犯主权领土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媒西方媒体就这样子下一个标题，他说解放军放狠话喽，南海对美国的耐心不多了，会粉碎一切侵犯主权这样子的行为。不过现场的气氛是这样，我们看到何雷他送给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施灿德这样一副墨宝，这样一副书法，上头写着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说中国大陆这个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会主动侵略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是来自于香山论坛的最新的报道。请问杨永明老师怎么看？包括您看到的这个德国的2艘军舰刚刚已经穿越我们台海了。我觉得我们要看这一阵子应该说这3个月来，其实不是只有大陆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在第一岛链、在南海、在台海有一些军事上的这些动作引起报道。那今天你看到它的福建舰开始展现它的就是电磁弹射的这个系统。7月4号的时候，日本的驱逐舰进入到浙江钱塘江口中国的领海之内20分钟。8月19、25、31的时候呢，菲律宾的日本制长达97公尺长的9701号的海警船，然后呢，它的小艇跟它本身不断的跟中国大陆海警船产生碰撞，那撞还有1公尺宽的这样一个撞伤。然后你看到今天9月12号，这已经讲了1个多月了。是德国的2艘军舰到亚洲来跟韩国做合作，然后呢，会不会往南走的时候，跟菲律宾在做接触的时候，经过台湾海峡，讲了1个多月，果然今天下午就这么做。那我再提醒大家就上个月的时候，意大利的航空母舰也来过，所以现在美国做法是，他把从在这个欧洲它的盟邦意大利、德国、英国的船舰不断的就是拉到亚洲来，拉到这个是说东北亚跟日本、韩国合作，经过台湾海峡或者是台湾的这个以东，然后呢到南海。可是有什么用？这边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船会过来打仗吗？美国的船都缓不济急了，美国的船在这里面能够有多少？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千万要了解到，现在在台湾海峡这一块今天德国的船事隔22年，上一次是2002年，在讲了1个月之后，然后呢，美国的压力之下，这当然是美国的压力跟要求。在现在中德在经济贸易问题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他这个船还经过中国驻德国的大使9月9号才在机场到任德国。对，因此他这个船经过美国的压力之下，他德国一开始从今天就不断说航行自由，航行自由，没什么事了。对，毛宁中国大陆外交部长前两个小时就说，他说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跟领土完整的问题。他这个说法你相不相信？我相信，而且我觉得真的很快会有一个时间，我觉得解放军的海军会把整个台湾海峡视为一个军事上不再是可以随意穿越的这种国际水道、敏感水道。因为他知道你来自由航行，你来经过，其实就是要去凸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这个对北京而言呢，他越来越觉得你是挑战他的领土完整。是。那回到我们自己台湾，你觉得德国会帮我们台湾打仗吗？你觉得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来得及吗？日本只是在撤侨啊，而我们的这个飞官的这个救援都搞成这个样子，真的能够为台独打仗吗？大家真的要三思，要谨慎。
是德国的巴登福腾堡号巡防舰以及法兰克福号补给舰已经在刚刚1个多小时前驶入我们台海的北端哦，通过我们台湾海峡。那根据国防部的讯息是，我国的国军舰啊，我们国军的军舰在德国的军舰后方做监控。来请教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这一艘啊，也就是7200吨的巴伐利亚，对不起是巴登福腾堡号啊。那其实，请问大家，你有看到防空飞弹吗？它没有防空飞弹，它唯一的防空飞弹其实也就是不到15公里的海公羊飞弹。那也就是其实它的战力比起解放军无论是052C 或052D 7500吨的差远的了，而且刚刚我们看到啊，说通过台湾海峡，那他们觉得这样可以维持航行自由。我想请问，除了这些军舰之外，其他的渔船、商船，还有各型邮轮来往于东南亚、东北亚的，曾经有哪一艘船被拦停过、拦停登检过？没有，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一个航行自由，这个叫做假议题。而且你真的觉得这样有用吗？跟大家报告没用。为什么？因为最下面这张图呢，是2023年美国国防部提供给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色这条线就是鹰击6两的反舰飞弹。它如果平移的话，整个涵盖台湾海峡，你来有用吗？没用，一点用都没有。而且德国做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没事找事。为什么？其实德国很厉害的，人家都在红海，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荷兰啊、法国啊、英国啊、美军啊，都在红海搞繁荣守护行动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没有出现，你反而是直接的经过大西洋，穿过巴拿马运河到达夏威夷之后，你才到达日本的。然后结果你现在从日本直接下来，然后说航行自由，你会不会有点好笑啊？人家在红海的时候你不去，然后现在明明知道台海没事，然后你就要过来，好像装大哥，这真是笑死了。德国上一次最接近台海的时候是2021年。也就是巴伐利亚号，它的航机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看啊，它不是没有来东亚哦，它有，可是你看它走的是台湾海峡东岸，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议。而且如果大家这么样的强调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我想请教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俄罗斯，他所派出来前往古巴哈马的这一个编队啊，那你美军你出动这么多伯克级啊，还有传奇级的国家安全舰，在24海里以外，你在做什么？你真的有航行自由吗？如果以这种标准来看的话，解放军一点也没有做过啊，而且现在的新闻啊，叫做我们讲新三色，然后讲的好像很紧张。但是事实上，他讲说：“哎呦，左右夹击啊！什么左右夹击啊？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呢叫做东西并航监控，也就是并航监控。可是我派2艘，让你在中间走，有妨害你航行吗？也没有。那至于说有关于航空母舰的部分啊，前几天我在节目上我就拿出这张图来跟大家报告第4次海试的时候，这是黄色的每一点，通通都是。”上面有个货柜屋啊，有人说这样子不可能测试啊，结果我们在央视最新的这一个淬火的部分，我们看到了电磁弹射轨道在跑，那而且它有所谓的弹射管制官在里面操作。有人说，这个实际上来讲啊，是上一次小红车的画面啊。我跟大家报告，上一次小红车的画面是23年12月8日。请问大家，你有看到它的甲板上有画白色跟红色的线吗？
没有，所以这是最新的。来请教永平。其实啊，现在台湾海峡呢，确实面临了被中国大陆这个逐步内海化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政府啊，现在只有这个所谓不具名的国军资深人士呢，才愿意在不显露出他的身份的话，才愿意讲真话。他说，解放军在台湾东部海域活跃那今年呢，已经慢慢都在外海进行单科训练了。那明年呢，根本都在东部的外海呢进行组合性的训练。这换句话什么？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第一岛链呢，他已经很安心，他已经 OK 了，他已经朝向第二岛链。那么甚至福建舰的这个航母呢，其实也是为了扩展第二岛链出去而设置的，真的是重量级的 heavyweight 的大杀器所以在这种情势底下呢，我觉得台湾对于很多国际局势不管说民进党政府呢是不愿意面对现实还是不愿意跟国人讲真话，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把台海内海化的部分，其实就是因为2年前，大家想想看，时光飞逝，2022年8月2号到8月3号 ，Nancy Pelosi 美国当时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到台湾来访问。这一次台湾付出的代价呢，就是海峡中线被没收。那这个事情呢，虽然我们的国防部我们的政府不断的说这样那样没有如何的，可是呢，我们看到过去2年来，中国大陆的军事部署呢，它就以这个方向呢，一直朝向这个方向来处理。那来处理到呢，现在整个台海的状况已经从本来就是说可能台湾还可以透过跟中国大陆的某种互动各方面，我们彼此是不是有一个尊重，有一个默契等等，现在已经没有掉了。以后已经把国际的力量，甚至呢中俄隐隐已经内涵要对抗美日呢，而这个战场甚至很可能会发生在台海。那我觉得这样的发展呢，其实对台湾来讲是最需要值得担心的。所以在战场上面有很多的细节，也许我们透过媒体报道并不能完全了解真相认知战还有各种的这个作战的行为，现在我们投射到乌克兰战场上来看，就是一例，包括红军城这个重要的据点，现在到底谁攻下了？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报道是，俄罗斯已经引进了最新的装备在这个地方节进逼看起来在猎杀乌军。包括你看到俄罗斯将空降兵的正规部队引到了波克罗夫斯基方向并且在进攻行动中投入了最新的重装备，所以这个地方正在厮杀。而在乌东，每一天都发生大大小小的战斗，超过100场。俄军主要的战力集中在格罗夫卡还有新格罗夫卡这几个地区大概有50%的战斗就发生在这个地区所以我们看到战场上面一分一毫，一下子被你攻，一下子被我拿。那现在此刻我们看到的报道是，俄军反攻了，24小时收复了库斯克10个著名地乌克兰不是有一支精锐部队跑去俄罗斯的这个库斯克这个地区吗？可是现在看起来俄罗斯也在反攻，他们希望把乌军给推出去。那另外呢，外交上面的手段当然是大家希望可以结束这场战争的一个利器。那习近平、泽伦斯基有没有可能见面呢？我们来自 TVBS 的一个报道是说，有可能在10月份，下个月这2个人会见面。如果真的见了面，那泽伦斯基过去2年不断的呼叫甚至这个透过媒体不断空中希望中国出手这件事情，是不是会成真呢？那另外一件事情，我看美国他要一方面美国国内有总统大选，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于俄罗斯或者是在以色列这个两边的战场，那当然
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国内的大选。所以美国现在不断的指出说，这是中国大陆出手，你在帮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证据是什么呢？证据是交换096潜舰的技术，他认为有一些先进的潜舰呐、航空器啊，还有飞弹技术啊，你可能偷偷的交换给俄罗斯，所以让俄罗斯去攻打乌克兰。而另外呢，还有一项指控，也是来自于美国跟西方国家，说伊朗呢运这个所谓的飞弹，而且是超音速的飞弹到这个包括俄罗斯去所以呢，我们英美我们西方国家要反制，什么反制呢？我开绿灯让乌克兰可以有远程的武器，可以攻进这个莫斯科，或是攻进俄罗斯。可以看到大家都在放狠话，包括普京也说，如果你胆敢这么做，那我也不管了我将视同跟你北约交战如果你开放乌克兰有远程的武器开放的话，我们就大家来大干一场吧所以我们最害怕的这个战争扩大或者变成世界大战，是不是有可能一触即发呢？而另外呢，普京的前顾问谢尔盖说，可以透过有限使用核武来打击北约国家，并且侥幸的逃脱惩罚你们想要逃脱惩罚不可能，我有限度的使用核武。所以从这个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在讨论有没有可能俄罗斯被逼急了用核武，现在看起来随时有可能。而普京呢，他一方面也在拉拢盟友，大家刚刚看到包括这个中国大陆，包括北韩，另外他把眼光也投向了印度。现在看到普京邀请莫迪总理来访说你也可以来斡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和谈。大家知道这个莫迪一方面跟普京握手，前一阵子也见过泽伦斯基两边他都押宝不过此刻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跑去俄罗斯访问，并且跟普京说我们的莫迪总理乌克兰之行如何巴拉巴拉他有这个向他报告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味。而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其实释出一些这个善意给印度他说他已经释放了35名卷入乌克兰冲突的印度公民所以这个局势都时时刻刻在变化。来，杨老师。我不觉得习近平跟泽伦斯基会在10月份，就是下个月了是会见面，因为10月份其实重大的国际会议就是金砖会议，那泽伦斯基不可能去，因为那个是在俄罗斯举办的。是联合国大会9月底也不会到10月，差不多10月初吧。那这个时间点，习近平不会到美国去，因为美国要总统大选。那总统大选之前，泽伦斯基怎么会去见这个习近平？那当然，在11月的时候，总统大选结束，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在南美洲有 G20， 也有这个 APEC 的会议。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他们见面的时间点。昨天，我在讲前天好了，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川普在这个泽伦斯就是俄乌战争上面讲的最具体。他说，在他当选之后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就职之前，他就会结束掉俄乌战争。那个记者其实是非常帮忙这个贺锦丽的，我问了他2次，你支不支持我们帮助乌克兰收复失土、抵抗侵略？然后他也问贺锦丽，贺锦丽说我们支持民主。那我讲假的，贺锦丽美国还能再支持下去吗？但是川普怎么说？川普说这个战争不应该发生。也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欧洲反而比我们少。我会在最短期之内结束战争。昨天，他的副手万斯接受美国的访问，他就讲得很具体，这个计划是怎么做呢？以现在乌东、乌南的这个俄乌的占领的为分界，把现有的乌东、乌南做成非军事区。至于这个非军事区谁控制，不是乌克兰，他没有多讲。然后呢，他说乌克兰要维持中立地位，不可以加入北约。这个是川普如果万斯能代表川普的话，很具体，就是说最终结计划，我觉得这个大概可能是最有可行性的。那现在你看到，连坎贝尔都说，中俄之间的合作已经到了军事层面。美国的这个他是副国务卿是，这他一定有他的这个情报资讯来源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蛮符合事实，只不过是他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的层面哦。可是呢，你就看到的的确确这个俄乌战争不只是在能源上、地缘上，其实让中俄之间更接近，在军事上也是如此。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过去跟俄罗斯关系很密切的，就是北韩、越南、印度、中亚、蒙古，现在这些国家都在中国的周边，而这些国家目前也都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的影响，他们跟中国的关系维持得非常的好，而且具体的合作的计划，中越之间、中国跟蒙古之间、中亚之间，那甚至印度，我们都看到那个王毅跟印度的国安顾问都举行了会谈，在昨天。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你看到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在欧亚大陆，因为俄乌战争使得中俄的连结更加的密切。而美国现在第一时间呢，我跟你讲，不管谁当选了，我如果是美国的任何的智库或学者能够建言的话，要赶快结束俄乌战争，要赶快结束俄乌战争。第一个，你打不下去，钱也花不下去了；第二个，你再弄下去，俄罗斯会出大招的。所以，然后你的重点其实是在亚洲，是在印太，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各位，万斯所讲的结束俄乌战争的这个做法跟方案呢，真的有可能会实现，不管谁当选。是，这也是一个很具体的说法哦。从美国这个潜在的可能的总统、副总统的当选人，可能会有未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来请教舰长怎么看乌克兰的问题？我们现在无论是在讨论红军村，或者是在讨论库斯克，其实现在这两个地方通通都是绞肉机，也就是无论是乌克兰人，或者是国际佣兵，或者是俄罗斯人，在那边根本就是进行肉搏。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回想一下，在今年6月底、7月初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的院长，他到底讲了什么？他说要考虑乌克兰人的一个生命价值啊。那他说现在他觉得拜登很可怕，拜登说他要战到要让这个战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但是事实上是什么？是美国不断的在卖弹药，卖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真是国际的现实啊，这一些自认为是单极的强权霸权，他只想要卖武器，让他自己赚大钱。可是你的生命完全他视之如草芥。那现在我们觉得俄罗斯好像已经被打到奄奄一息了，其实并没有。我们看到的现在这张图是9月7号的时候，解放军的编队通过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那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跟俄罗斯进行军演，在日本海以及鄂霍次克海。那除了这一个编队之外，俄罗斯其实在无论是北极海，或者是波罗的海，在地中海，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日本海，还有鄂霍次克海进行大规模的军演。那这是我们看到在地中海的军演，其实他们派出了卡27的这个反潜直升机，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啊。它放下了吊放式声呐，然后接下来它发射了反潜火箭。只有这样吗？没有，另外他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scenario 的设计，也就是当飞弹来袭的时候，他先打出 chief， 然后接下来用2种不同的近迫武器系统拦截来袭的反潜飞弹。另外，那我们来看看他在东亚的时候，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了昨天他们的海上哨戒机才这样子直接的绕日本一圈。所以大家都觉得俄罗斯不行啊，还有的媒体说快打到莫斯科了，哪有快打到莫斯科啊？快打到乌克兰投降了。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啊，副国务卿 Kurt Campbell 他讲的交换啊，我请 Kurt Campbell 回去看一下，这是美国的海军战争学院在去年8月所发表的一篇报告，里面讲到什么？
里面讲到说，其实现在解放军的潜舰啊，它的这个静音程度不断的降低，而且很接近俄罗斯的程度。那为什么？是因为当初解放军在21世纪初的时候，跟俄罗斯买了12艘 Kilo 级潜舰。Kilo 级潜舰对于北约来讲，那个叫做深海黑洞。深海黑洞什么意思啊？叫做听不见。所以呢，它其实引进了非常多的静音的技术，无论是这个消音瓦或者是减震阀这一些。所以这不是最近的事啊，这已经很久了。所以建议当官之余多看报告，要 update 一下。来，永平。事实上啊，现在呢，对于美国的拜登政府啊，最大的噩梦就是说，泽伦斯基呢，乌克兰没有办法撑到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好，那可是种种的迹象呢，确实往对乌克兰不利的方向发展哦。虽然前阵子一直炒作他们什么反攻啦，对，可事实上他却反攻的结果，就俄军一反攻以后呢，他24小时就收复了库斯克的10个著名地。那再加上呢，现在那个红军城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那现在俄罗斯的重兵集结呢，那也确实马上又让乌克兰的战场不利。所以这个时候，泽伦斯基啊，跟现在呢，不断的从英国、美国放出的讯息是什么？哦，就是那种特别美国方面是比较暗示性的讯息，但不管怎么样，似乎都要对他们所提供的那种远程飞弹呢，可以进攻俄罗斯本土要开绿灯。对，可是这个事情呢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我们讲对拜登来讲，最大的噩梦是如果乌克兰撑不到11月5号，但是更大的噩梦是，如果还没有到11月5号，竟然因为你给乌克兰开绿灯，然后你炸了这个俄罗斯本土的什么重要战略位置，结果遭到普丁的报复，而且他的报复是使用战略性核武的话，那真的要怎么办？真的，我必须说不管情势怎么发展呢，对于现在脆弱领先，甚至到底有没有领先不知道。虽然这次辩论得胜的贺锦丽，可看起来他跟川普的这个还是很焦灼的情况。如果一旦爆发这样的情形，那川普现在不断的在各种情况预测说，你们当选，你们这个民主党政府当选，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更多无辜的民众就要死亡了，他不是等于预言成功了吗？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泽伦斯基你也可以理解他的心态，他会放出很多的消息他也希望赶快这个不管是透过赶快跟中国大陆建立一些关系，或者赶快找印度，赶快能够在不要到情况最糟的时候被迫上谈判桌。是泽伦斯基的想要自救，然后乌克兰不要变成弃子的这个努力，我们能理解。是，可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你就看到乌克兰活生生的例子，你纠缠在大国博弈，而这个大国呢，他自己纠缠在他的选举呢，他自己也是完完全全最尖锐的态势，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真的很可能就是被牺牲的那一个。